在全球很多的城市当中都能够看到鸽子的身影，台湾也有很多人会专程去中正纪念堂欣赏鸽子。但你知道吗？鸽子其实被叫做会飞的老鼠，不止身上有超多的病原体跟寄生虫，鸽子的粪便还可能会致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鸽子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出门前没有关好窗户，除了可能引来小偷，你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在英国有一位房东，他在房客退租之后没有马上检查，结果因为房客没有关紧门窗，整间房子呢被大概是30-40只的鸽子入侵哦，变成了鸽子天堂。这嚣张的鸽子呢，不仅撞倒了一堆家具，还留下了一堆的粪便。房东事后花了1.5万英镑，大约是60万元的台币，才终于恢复原状。美国还有统计每年因为鸽子造成的损失高达了11亿美元。不过，就算把门窗都关紧了，鸽子还是有可能占据你家的阳台。像台北市西湖里呢，就因为有人喂食鸽子而造成了哥吉拉危机哦，从屋顶啊、阳台、遮阳板到这个机车坐垫，全部都被鸽粪给洗礼。东华大学呢，曾经在6年之内花了将近6000万想要驱赶鸽子，结果不止效果有效，鸽子还超嚣张的跑到了学校的饮水机里面下蛋。那到底为什么鸽子会这么的多？除了鸽粪之外，还有哪些的危害？人类又该怎么样跟鸽子共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想用大荧幕追剧、打电动，却常常觉得市面上的 4K 投影机不是太大台就是不够美吗？想要同时拥有高画质、轻巧又美型的投影机，就不要错过 LG Cinebeam Q 小银河 4K 微型投影机。它不仅拥有旗舰机规格的对比度跟色域，更具备真 4K 画质，最大投影面积高达120寸，让你在家也能够有剧院般的临场感。更强的是，它重量不到1.5公斤，可以轻松带出门，甚至能够用行动电源去供电，就算临时找不到插头，也能够短暂使用。同时，它的智慧萤幕调整功能，一开机就能够自动对焦、提醒修正。而全新的360度把手支架，不仅能够方便提着走，还能够自由调整投影角度。现在上嘖嘖全台独家预购，还有最优惠的早鸟价格，赶快把握机会，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抢购吧。现在一般常见的野鸽或是家鸽，学名是这个 Columba livia。它们的生活足迹呢，遍布了欧洲、亚洲、美洲还有澳洲。根据估计目前全球呢，大约有4亿只的鸽子，可以说是人类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鸟类之一。不过你知道吗？其实鸽子呢，在许多地方都算是外来种。它们之所以能够逐渐的称霸世界，背后的关键其实就是人类。人类很早就开始驯养鸽子，数千年前呢，在埃及啊、两河流域到古代中国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文字或是图像记录。后来欧洲掀起了养鸽风潮，而这些鸽子又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一起到了美洲大陆，把美洲也变成了鸽子的大本营。但到底为何大家都要养鸽子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为了要养来吃。鸽子好养，长得快又能够生，炸的啊、烤的或者是炖汤都可以，是很不错的蛋白质来源。那除了吃也有很多人把鸽子当成宠物，会训练鸽子做些简单动作，或是想办法培育出漂亮的花色来欣赏，像七彩的啊、卷毛的或是带围巾的。那当然，飞鸽传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鸽子有反巢繁殖的习惯，它们可以靠着优秀的视力以及地景啊、气味、声音，甚至是磁场来定位自己的老家。所以从很久以前呢，就被训练来传递讯息。那也是因为鸽子有超强的定位能力据说在1战期间，各国总共训练了10万只的鸽子执行任务，到2战当中更有多达25万只的鸽子负责传递讯息。直到现在呢，还可以在英国的伦敦公园里面看到纪念信鸽的雕像。而至于这个台湾跟鸽子的渊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赛鸽文化了。据说早在明郑时期，台湾就有赛鸽的习惯，但规模比较小。一直到日治时期日本陆军呢为了军事通讯引进了大量的鸽子，进一步的带起了台湾饲养鸽子的风气。而到了1930年代，台南开始出现了赛鸽营，也就是呢让鸽子负重飞行的比赛，让赛鸽风气逐渐的扩展。1960年代达到了巅峰，当时从屏东一路到新竹都会看到大大小小的赛鸽活动。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支介绍赛鸽的影片，大家可以在看完这集之后再找来看看哦。那随着赛鸽活动兴盛鸽子的数量变多，中途迷失方向的鸽子也越来越多，而这些迷路的鸽子就开始在野外定居。台湾气候温暖，地狭人稠，城市比较多，本来就有很多的食物，再加上人的喂食简直就是鸽子的梦幻自助餐天堂。
那食物没有烦恼之后呢，这些鸽子就会开始生小孩。鸽子1年可以生6到8胎，每胎2颗蛋，而且呢，大约只需要3周，鸽子宝宝就能够出生。然后鸽子宝宝只要2个礼拜大呢，就可以离巢，6个月就可以再继续的繁殖。于是流落在外的这些赛鸽呢，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再加上有鸽子的主要天敌呢，像是黑鸢等等的猛禽类，因为误食老鼠药等等原因数量锐减，也让鸽子的势力趁机壮大。而数量越来越多的鸽子不止在台湾，也在全球造成了危害。鸽子造成的危害呢，主要可以分成3个层面。首先是交通安全，鸽子是飞行的高手，有的时候呢还会在空中飙速。今年年初，雪梨的这个海港隧道就曾经侦测到一只超速的鸽子，因为时速惊人又刚好跟车子同时经过测速器，害得无辜的车子被警察拦停，还因为安全问题呢封闭道路整整半个小时，让通勤时段的交通大打结。而除了这个马路的交通呢，鸽子也可能危害机场交通。每年呢，台湾的机场会有几十甚至是上百件的鸟击事件，状况轻微的话呢，飞机要停飞检修；严重的话，可能让整架飞机失去动力，造成飞安的巨大危险。这些凶手除了过境的候鸟之外呢，鸽子也是榜上有名。此外，鸽子的大便攻击也非常的令人头痛。一只鸽子每年大约可以产生12公斤的粪便，而这些便便呢，除了滴到人类、沾到机车坐垫很麻烦之外，粪便里面高含量的尿酸还有磷酸呢，连石头都可以破坏，堪称是各种雕像还有历史文物的顶级杀手。英国的哈里斯博物馆呢，就曾经在户外的雕像上面清出了整整48公斤的鸽粪，而鸽粪除了臭味还有酸性的破坏力，还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健康。鸽子粪便里面藏有细菌真菌还有病毒，可能透过接触或者空气传播的方式危害人类。比如说鸽粪当中的真菌可能会引起肺部的感染或是过敏性肺炎，严重时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或是死亡。这都还没有完鸽子身上还带有很多的不速之客，像是这个鸽皮虫鸡螨虫、鸽藻恙虫，还有疥藓虫等等这些寄生虫呢会随着鸽子拍打翅膀掉落。比方说这个禽螨可能就因此掉在晾晒的衣服上面，它们会躲在衣领或是袖口附近叮咬人类，而人类被咬到不只会出现红疹、过敏，还会非常痒。有国外的研究发现，鸽子身上带了将近70种的病原体，再加上各种寄生虫，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疾病传播站。所以有很多人呢会叫鸽子是会飞的老鼠。那为了解决鸽患问题很多国家都绞尽了脑汁。首先呢，泰国跟日本基本上呢就是走直接法暴的路线。曼谷市政府呢明令禁止喂食鸽子，违规者呢可以处3个月的监禁以及25000泰铢的罚款。而日本大阪市政府更严格，如果在针对某些地段呢喂食野生鸟禽，最高可以罚到新台币10万元。而法国跟加拿大呢选择采取避孕措施。法国呢会安排避孕鸽舍，先用食物吸引鸽子到鸽舍里面下蛋，等到第一轮的鸽蛋自然孵化之后呢，就会用人工摇晃的方式干扰鸟妈妈孵化后续的蛋，达到控制数量的效果。但不是所有的鸽子都会在人工的鸽舍下蛋，所以加拿大更进一步的直接喂食鸽子避孕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逐渐的减少鸽子的数量。那有温和的就会有凶狠的，比方说呢，澳洲如果发现外国来的鸽子，就会直接安乐死。2017年，有只台湾的赛鸽不小心搭上了一艘路过的船只，航行了4000多公里到达澳洲，但澳洲农业不担心它会对本土动物造成威胁，最终人道处理了它。那说了这么多的方法，台湾又是怎么样对抗鸽子的呢？首先是罚款目前在台湾呢，如果喂鸽子会被罚款最高6000元。但很多人批评，有时喂食者呢特别挑选半夜或者清晨喂食，执法单位很难取缔。所以有人提议说，应该要像澳洲一样对鸽子采取人道处理。但这个做法不只会有动物权的相关争议，基本上呢也根本杀不完。根据国外的文献，除非每年捕杀的数量达到总群体的30%，不然很难达成实际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在面对数量庞大的鸽群时呢，会装设这个防鸟刺用老鹰模型吓鸽子，或是投入鸟类的击毙剂，透过鸟类不喜欢的气味、触感或是口感来驱离鸽子。但这些方式虽然有效，却治标不治本，没有办法解决鸽子数量太多的问题。而台北市政府曾经仿效过加拿大，实施野鸽节育计划，让鸽子吃下了混合这个药物还有谷物的配方，希望能够降低鸟蛋的孵化率。但这计划在台湾受到了很多的限制。第一个呢是气候因素，台湾很常下雨，雨淋到这个药物呢会影响药效。第二是觅食的习惯，鸽子在城市当中呢有太多东西可以吃，甚至有人还会固定的喂食。如果鸽子没有长期吃药，那药物的效果也一样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罚也没有用，喂药没有用，台湾面对这么多的鸽子，究竟该怎么办呢？
有专家认为或许还有2个方向可以努力。第一是妥善处理赛鸽。每年台湾的赛鸽比赛呢，预估会放出数千只的鸽子，但回收率却只有不到1%。这些流落在外的流浪鸽呢，会不断繁衍，造成生态的问题。所以有专家提议应该要在赛前呢确认好数量，并且针对走失的赛鸽拟定相关的机制，才能够避免流浪的赛鸽生生不息。再来，可能是最有效也是最能够根本解决鸽子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停止喂食。瑞士曾经有研究发现，当食物来源减少时，幼鸽的离巢成功率下降 19.2%， 表示减少食物的来源能够直接而且大幅度的影响鸽群的数量。在疫情期间呢，台湾也曾经因为人为的喂食减少，让整体的鸽子数量微幅的下降。我们会做这一集是因为团队计划呢有过关于鸽子的惨痛经历。他说前几年呢有鸽子来家里生蛋，当时家人都不以为意，甚至觉得蛮可爱的。没有想到呢，就导致全家人都被这个禽螨袭击，全身又红又痒，实在是不堪回首。那为了想要彻底的根除禽螨，他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找资料，才发现原来不只是台湾在世界各国鸽子也造成了很多金钱或者是生命安全上面的损失。不过，我们如果换个角度，从鸽子的立场出发，我们发现人类可能才是那个造成困扰的罪魁祸首。对鸽子来说呢，人类提供丰富的食物、合适的环境，不就正是在欢迎我们入住吗？怎么可以又怪我们带来粪便跟寄生虫呢？所以我们也在想，是不是有方法可以不干扰自然生态，又能够跟鸽子一起和平共处？比方说，前面有提到不要主动喂食鸽子，或是妥善的处理剩食，可能就是一个可以控制鸽子数量又能够避免冲突的方法之一。那如果观众有其他跟鸽子和平共存的方式，也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哦。好的，那讲了这么多关于鸽子的故事，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平常都是怎么样跟鸽子相处的呢？叫我鸟屎运之王3不5时呢就被滴到。B， 我其实很喜欢欣赏鸽群感觉非常疗愈，所以冲过去吓到它们飞起来就对了。第其他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你跟鸽子的各种有趣回忆哦。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鸽子。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赛鸽，还有鸟不是真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